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贵州毕节的大方县。说起大方县呢，这里最出名的一个人呢，就是麝香夫人。麝香夫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任贵州宣慰使，身后的这一座古城呢，叫莫阿格古城，也就是当时麝香夫人的官邸贵州宣慰府。说起麝香夫人任贵州宣慰使的这一段时间呢，她还忍辱负重，处理了一桩极端的事件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时任贵州都的指挥使马业和麝香夫人呢同理贵州。那么马业呢是朱元璋的前妻马皇后的亲侄子，他忌惮这个麝香夫人的48部武装力量呢已久，那么就用阴谋呢将这个麝香夫人从大方骗至贵阳，以这种政商莫须有的罪名呢强加给麝香夫人，还当众进行羞辱。他的意图呢是击反水西48部落，起兵造反。那么正好中他的圈套啊，他可以让朝廷出兵呢剿灭48部落。但是麝香夫人呢深明大义啊，看透了他的阴谋，为了维护王权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呀，硬是将彝族儿郎高高举起的兵器呢给按了下来，避免了彝家儿郎生灵涂炭，阻止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。但是呢，刘烨的罪行啊必须揭发。麝香夫人呢走马赴京，面见洪武皇帝，将刘烨的罪行呢一一的报上。朱元璋呢乃一代明君啊，听了之后大怒，以这个开边叛和辱妇罪呢将这个刘烨打入大牢。那么这里呢就要谈到当时麝香夫人进京带去的一些礼品啊，其中有一样呢就是大方现在的地标特产天麻。当时在这个九龙山脉里面呀，诸多的这个豺狼虎豹，那么老百姓要去挖这个天麻呢，要翻山越岭，一整天呢可能才挖到2-3斤。那么麝香夫人去朝见洪武皇帝的时候呢，就想着带一点自己大方的特产啊，所以呢就想着这个天麻呢比较珍贵，那个时候还叫山萝卜啊，所以呢就带了几斤进京呢去面见洪武皇帝。麝香夫人呢就跟这个朱元璋讲了这些东西的来之不易。当时呢朱元璋就大喜啊，就命令御膳房呢就赶紧把这个东西做来吃。当时朱元璋吃了之后呢就说感觉不错，那么这个东西呢这么珍贵又难找，叫成山萝卜呢确实不妥啊。当时朱元璋就讲这个东西呢比较珍贵，应该是属于天赐的好东西，而且呢它身上也有很多的麻点，那就叫它天麻吧。所以呢就是现在的天麻的由来啊，这只是一个故事啊。那朱元璋呢因为长期吃麝香夫人带去的天麻呢，活到了70多岁，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。麝香夫人呢也为了保护天麻，下令保护了九龙山这一片原始森林，这才留下了百里渡涧这一珍贵的世界遗产。